我的邻居是一对奇葩，拥有开豪车的家庭条件，两夫妻却总喜欢小偷小摸。今天拿别人一个扫把，明天顺别人一个盆栽。在我外卖被他们偷吃第3次的时候，我怒了。这么喜欢占小便宜是吗？那我就让你们全都吐出来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等我把邻居大门敲开的时候，一个大腹便便的光头男人走了出来。他老婆从门后伸出个头。老公，这人要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打扰咱们午休？看着两人嘴角上的油渍，我都快气笑了。合着你们偷我外卖，吃完连嘴巴都不擦，就打算这么美美睡上一觉，整天发出那3分钟不到的扰民噪音，有意思吗？大哥，你们要是想吃外卖，就自己买呀，偷我外卖算什么事？这都已经第3次了。我强压着内心愤怒，把之前两人偷我外卖的事情阐述一遍，并把我在楼下垃圾桶拍到的打包和证据拿出来给他们看，希望这两人不要总逮着我一个人偷。毕竟邻里邻居的，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太难看。大肚腩听到我的话，有一瞬间怔在原地，看来他也没想到，我为了这件事，居然会去翻垃圾桶。男人怒目圆睁，一把将我推开，脸上的肥肉都在颤抖。偷你外卖？我劝你个嘴巴放干净点。我能偷你东西？穷逼！你也不看看老子什么身价？男人捧起肚皮，露出他腰间的宝马车钥匙。一直躲在门后的女人也对我面露鄙视。鬼知道是不是你自己吃完外卖，然后拍照拿来讹我们？演得挺逼真啊，小逼崽子！说完，两人直接砰的一声把门关上，只留下原地目瞪口呆的我。人善被人欺，既然这么喜欢偷吃，那我请你们吃顿爽的。第2天中午，我重新点了份外卖。这次我直接在小区楼下等着，没有让外卖小哥送上楼，轻手轻脚把外卖拿回家。我就进厨房做起深加工。我最近总感觉自己有些便秘，所以我特意熬了一锅润肠通便的汁水，全都淋到新鲜美味的食材上。做完这一切，我重新把外卖悄无声息放在门口，自己则躲在门后通过猫眼观察。5分钟后，男人的老婆首先打开门走了出来，看到我门边的外卖女人，眼睛一亮，转身又快速返回屋里。等再次出来的时候，就变成一个身形肥胖小男孩。他儿子明显没有大人的谨慎，舔着嘴唇就一路小跑过来，动作自然地拿起地上的外卖，口中还念念有词：爸妈真厉害，又发现了野生外卖。好家伙，
感情这家人每次偷我外卖，都是让他们儿子出手。野生啊！你妹！这小孩看起来都快读6年级了，脑袋却笨得跟头猪一样。不过没关系，等这次偷吃完，应该就会变聪明了。2个小时后，我门外就传来猛烈的拍打声。我的独家秘方起效果了。狗东西，快开门！我知道你在家。妈的！你害我们一家人拉的马桶都堵了。不赔钱，看我不弄死你！打开门。我故意露出惊讶的表情。没去管面前已经拉得虚脱的2夫妻。我低头看着地上，有些丈二摸不着头脑。我外卖呢？不是说已经送到了吗？怎么没了？该不会又被流浪狗吃了吧？这次我必须狠狠投诉。我做事想把大门关上，却被肥胖男抵住。他喘着粗气，煞白的脸上全是汗珠。你说什么？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动了手脚，小逼崽子！现在你要不赔我5000块钱，我立马报警，信不信？肥胖男偷偷看了眼自己老婆，嘴边甚至还露出得意洋洋的笑容。吃了我外卖，还想趁此机会讹上一笔。他似乎觉得自己赚到了。看肥胖男一脸严肃的样子，我内心波澜不惊，但脸上却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还可以报警呢？让警察过来评评理。你们自己吃坏东西拉肚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除非你们承认偷了我外卖呗。在接下来的几分钟，我自顾自地说起有关行窃造成的恶劣影响，以及要承担的法律责任。换来的，却是肥胖男不屑一顾的讽刺。不就是错拿了一份外卖吗？警察能把我怎样？你毒害我们的事情，似乎更严重吧，哈哈。男人笑哈哈的拿起电话就要报警，他的态度嚣张至极，似乎下一秒我就会因为害怕，选择给他们下跪赔钱。你报警啊，大不了我跟你们一起被带走调查，看看我跟你之间谁背地里干的坏事多。你赶紧报。我没想到这些话居然收到了出人意料的结果。男人听到后犹豫了下，才不舍得挂掉手中电话，拉着他老婆骂骂咧咧地往家里走。门口关上的那一刻，肥胖男牙后根都快咬碎了。你有种，咱们走着瞧。小逼崽子，有你哭的时候。哦豁，难道他们背后还真干了很多见不得光的事？我知道邻居一家肯定会报复，但没想过会来得这么快。由于工作的关系，我很少有空自己开火做饭，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是订的外卖。隔天中午下班回家，我发现外卖被安然无恙地放在门口，但在外卖包装盒上却多了一滩黄色的不明液体。
由于夏天的缘故，我刚凑近就闻到一股骚臭的味道，而在我门口周围印着2排很明显的水印，我一看就知道这是小狗脚印。在我们这栋楼里，只有我邻居一家有在养狗。我不是那种忍气吞声的怂蛋，只要我认定是对方干的好事，那无论如何我都会为自己讨回公道。端起地上外卖，我对着邻居大门一顿哐哐拍，门口打开，一条长相十分丑陋的小泰迪冲了出来，龇牙咧嘴对着我疯狂犬吠。肥胖男也怒气冲冲向我走来，他老婆则在屋里乐呵呵看着我，还对我竖了个中指。男人抬起手直接扼住我脖子，他脸上的肥肉都在颤抖。你是想拆了我家还是怎样？卧槽！尼玛！我看你是想死了。肥胖男气势汹汹地推了我一把，手中的外卖也掉到地上。兴许见我没有还手的勇气，肥胖男气焰又嚣张几分，直接对着站在原地的我就飞起一脚，有种要把我置于死地的感觉。老公好帅，妈妈快看，爸爸会武功耶！看到自己老公率先出手，女人兴奋地把儿子拉出来观战，顿时2人爆发出热烈的呐喊声。可在我看来，肥胖男的动作极慢，飞出的腿也是漏洞百出。我只是稍微往旁边一闪，就轻松躲过他的攻击。结果由于肥胖男体重过大，还不等他把腿完全抬起，他的裤裆就呲啦一声率先爆开，太辣眼睛了。慌乱间，肥胖男的另一只腿又踩到地上的外卖，最后他整个身体失去平衡，重重摔倒在地上。肥胖男的脸正好不偏不倚跟地上小泰迪的排泄物来了个亲密接触。小孩，你爸武功确实不错，这招狗啃屎练得可谓是出神入化呀。你们慢慢陪他练吧。再见。我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，关门回屋。最终，我没有选择报警，肥胖男更不敢报警。反正是他先动的手，然后又自己出的丑，我可是全程没参与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当天晚上邻居一家人又开始给我整活了。深夜我正睡得香，就听到门外传来小孩子呜呜的哭声，然后就是急促的敲门声。我起身通过猫眼查看，却发现门外空无一物。我刚回床上没多久，哭声跟敲门声又响了起来。这种状态反反复复，持续到凌晨5点多才停止。真是有够无聊，自己宁可整夜都不睡，也不让我好过。这家人果然没一个是正常人。天一亮，我就起身出门，准备去公司提交我休年假的报告。刚到小区楼下，就看到肥胖男老婆跟他孩子遛狗。
两个人脸上都顶着大大的熊猫眼。见我出现，女人还假模假样上来关心：“哟，这不是温言吗？一大早出门上班了，看样子你没睡好啊。用这种状态去工作，当心被老板开除哦。”哈哈，我就不一样了，反正我不用上班，等吃个早餐我就回去补觉。女人脸上充满得意的表情，哼着小曲转身离开。我也懒得跟这种人废话，等我开始休年假的时候，有的是时间陪你们慢慢玩。走到小区门口，我无意中看到信息栏上的几条出租广告：2栋2601，2栋2802，居然都空出来了。我是住在2栋2701的，难怪说平时上下班很少碰到这2个住户呢。没想到原来早就搬出去了。突然，我脑海里生出一个恶趣味，要不我干脆把这2户租下来，好好陪我邻居一家人玩玩。反正这2个房子租金也不贵，划算得很。说干就干。我拿起电话，拨通了我一好哥们的电话，然后把我心里想法跟最近发生的遭遇说了出来。哥们小王气得直拍大腿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：“也就严哥你能忍，换做我早就往死里面了。干他！租房子的事，你就放心交给我吧，我保证让这家人不出1个月就换上失心疯。我把钱交给小王，让他以自己的名义租下这2套房。不得不说，小王这兄弟就是比我有想法。他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一套震楼器设备，放在邻居楼下的那套房子，对准楼上的地板，也就是肥胖男一家主卧的位置。并且他还找人安装了一套远程自动遥控系统。安装完毕后，小王就把遥控器交到我手上，他自己则亲自带着几个做贷款的兄弟，住进了邻居楼上那套房。严哥，你就等着看我表演吧！我要让这家人知道，什么叫以恶制恶。一切安排妥当后的某个深夜，我正式启动整蛊计划。刚过午夜12点，我按下手中的遥控器，震楼器就嗡嗡嗡的就开始工作。而邻居一家也迅速察觉到了不对劲。肥胖男第一个没忍住，哐当一下打开房间窗户，对着楼下的那套没人居住的出租房破口大骂：“楼下的，你是不是活腻歪了？傻逼！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，再吵劳资就下去干，你信不信？”听到隔壁男人怒骂的声音，我躲在漆黑安静的房间里偷笑。行，那我就给你点面子。肥胖男骂人的话还没说完，我就按下遥控器的停止键。就这么安静了10多分钟后，我估摸着邻居一家已经重新睡去，立马又打开遥控器开关，震楼器开始继续工作。
只不过这次我选择了定时功能，每次震动10分钟，1小时启动一次。我可不像他们一家那么傻，花上整夜的功夫搞什么鬼敲门。听着邻居女人的怒骂声，小孩的哭泣声，以及肥胖男来回上下楼的动静，这晚我睡得很踏实。震楼器的工作状态一直持续了2天，在第3天的时候，邻居一家似乎终于反应过来，天色才微微发亮。邻居一家3口外加一条丑陋的狗就堵住我门口。毕竟这2天他们夫妻可没少忙，又是在业主群里破口大骂，又是找物业想查看租户信息。最后2人得出一个结论，那就是楼下那套房子是我租的，而震楼器就是我反击他们的设备。看着一脸虚相的肥胖男，我无奈摊手。大哥，我承认你的推测很专业，但是毛用没有啊。你也看到了，租户信息那栏并不是写的我名字，造谣诽谤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面对我云淡风轻的回答，肥胖男气得浑身发抖，但由于他压根拿不出证据，最后只能甩下几句狠话离开。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，我轻哼一声。本来我希望通过这件事，让他们知道我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。既然你不愿意跟我开口道歉，那我就继续陪你们玩到底。我可不像其他被偷东西的业主那样忍气吞声。肥胖男这次的报复很直接。先是某天我发现自己停在小区楼下的小电驴，不知道被谁给砸了，车壳子跟车把全都砸得稀碎。其次，接下来几天里，我订的外卖全都被恶意损坏，汤汤水水就这么公然洒在我门前。而最让我无法接受，也是让我感觉最恶劣的一次，就是我在小区附近看到很多奇怪的小卡片被扔在地上，用的是招聘的文案，但上头的照片却换成我的头像。靠北了，我真是。既然你要玩这么大，那就别怪我出手狠辣了。我拿出手机拨通小王的电话，让他明晚就可以开始行动。毕竟总是用震楼器反击也太过于单调了些，也容易让邻居一家的视线总是停留在我身上。必须让邻居这家流氓知道，什么叫社会险恶。不得不说，小王作为一个年轻人，就很有年轻人该有的样子。才不到晚上9点钟，楼上就传来动感炸裂的音乐声。合着这小子是把楼上当成夜店了。隔着老远，我在楼下都能听清楚上边放的是哪首音乐。严哥，上来嗨不？看着手机里小王发过来的视频，我委婉拒绝。一个屋子里居然连个女人都没有，这小子也好意思让我上去跟他们开 party，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还是你们自己玩吧，今晚所有的消费都算在你哥我头上。
退出聊天界面，我就看到业主群里的消息已然爆炸，几十条信息，几乎全都是邻居一家人发的。肥胖男跟他老婆在业主群里疯狂语音，试图通过聊天的方式威胁他楼上的租户。而肥胖男的老婆则是在群里大唱苦情戏，说什么都已经这么晚了，楼下还发出刺耳的噪音，已经严重影响到咱们小区业主的正常休息。女人的目的很明确，无非就是想拉着所有业主站在他们家这边。想法很美好，但现实却很骨感。由于整个小区的业主早就看这家人不爽了，大部分业主要么被这对夫妻偷过东西，要么就是对这家人的做事风格很不爽。现在难得看到这家人吃瘪，这些人心里高兴都来不及呢，又怎么会有人出来为他们打 call 呢？噪音就噪音吧，要是那个租户能把这家人逼出小区，通宵吹唢呐，大家都没意见。话说小王也是个人才，对于两夫妻的辱骂丝毫不介意，甚至还在群里对两人发出诚挚邀请，希望他们能一起上楼参加聚会，还能借着这个机会互相认识。你是不是也想死了？信不信我现在就上去干你？卧槽！尼玛！小逼崽子！要知道，上一个被我盯上的人，最近日子可过得苦着呢。肥胖男说完这句话，还特意在群里艾特了我一下，把我都给整不会了。看到肥胖男的骚操作，我都被气笑了。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极品？但为了给接下来的剧情正加点趣味，我一番往日的作风，在业主群里向他表现出低声下气的姿态。大哥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敢跟您作对。楼上那个新来的哥们，我劝你还是赶快收手，别把咱大哥惹怒了。这次我给足了邻居一家面子。肥胖男对于我的表现些惊讶，但听他的话应该还挺满意。温言呐，温言，我还以为你是什么硬汉子呢，现在还不是跟他妈缩头乌龟一样？老子以后都懒得看你。懂？我当然懂。这不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吗？有了我的支持，肥胖男感觉自己的智商又瞬间占领高低，就跟之前他抓我脖子时那样。他不知从哪来的自信，拿起家里一根甩棍就朝楼上冲去。看到肥胖男发在群里的视频，有些胆小的业主站出来劝解，让小王赶紧停手，把大门锁好，然后报警。这一家人可真不是什么善茬，要是到时候真弄出什么命案来，他们这小区的房价还要不要涨？对此，小王毫不在意，继续在群里扮演起嚣张的小青年模样。看到小王一副社会青年的样子，这些业主也不再开口。严哥，这是摄像头的链接，你点进去可以实时观看。正看得担心的时候，
楼上的小王就给我发来一条链接，我点进去一看，果然是他楼上那套房间的实时监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小王又再次发来一条信息：放心吧，严哥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我这群哥们早就不是当年的愣头青了。前几天我就找人查过了，你对门那死肥猪就是个赌鬼，自己都欠一屁股债，还要分期买宝马。你别看他平时嚣张跋扈，其实全他妈是唬人的。待会你就好好看着，我是怎么给这头猪下套的哈！说话间，楼上的房门哐当一声被踹开，只见肥胖男怒不可遏地冲到房间里，他挥舞着手中的甩棍，刚想破口大骂，结果看到4、5个满是纹身的大汉坐在客厅中央打牌。肥胖男瞬间怔在原地，他额头上的汗珠也不要钱的往外冒，手中的那根甩棍也被他下意识给藏到身后。你他妈就是刚才在群里骂我的废物！见肥胖男走进屋内，小王迅速就把房间大门反锁。正在打牌的4个大汉也缓缓站起身，他们目光凶狠地盯着肥胖男。其中一人沙哑着开口：“小王，这个男人是谁？你怎么能让陌生人进来？万一他是警察怎么办？”男人说完这话，坐在他身边的其他人下意识把牌桌上的筹码藏了起来。这一幕正巧被眼尖的肥胖男发现，他仿佛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那般，颤抖着声音说：“几位大哥，我只是住在楼下的邻居，真的不是警察，你们继续炸金花吧。这事儿我指定不能说出去。”看到肥胖男浑身抖得跟筛糠那样，小王迅速走上前拍他肩膀：“兄弟，你也会？干脆留下来替我耍上哈，我手气正背着呢。几把？”见到小王的语气变得缓和，肥胖男也没有了刚才的紧张，他眼珠子转了转，看向房间里的其他人，似乎在等待命令。哦，不是警察就好，真他娘吓死我了！为首那个男人突然转变情绪，笑呵呵地上前搂住肥胖男。坐在附近的小弟也很识相，立马就起身给肥胖男点上一根香烟。兄弟，快坐。你是不知道，你没来之前，小王可是输了好多把，所以他才把音乐开那么大声。不要放在心上哈。男人用手指了指小王，眼神里全是得意的神色。小王也很配合，看到自己被男人嘲讽，他立马就不干了。他上前搂住肥胖男的肩膀，不服输道：“我哥现在来了，待会有你们输的时候。”肥胖男虽然是个赌鬼，但赌桌上的基本常识他还是知道的。他这次上来本是奔着干人来的，哪里会想到是现在这个局面。当下他就坦白说自己身上没带钱，
现在回去拿钱，估计老婆也不同意。其实肥胖男言下之意，无非就是希望能赊点。视频监控看到这里，我笑了。赌鬼就是赌鬼，别人的套都还没成型，他就迫不及待自己往里边钻了。被人玩死了也活该。哥瞧你说的，弟弟怎么能让你花钱？你就敞开手玩，输了算弟弟的，赢了哥哥全都拿走。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看着小王激动的样子，我觉得他不去当演员实在太可惜了。听到小王的话，肥胖男第一时间就激动地站了起来，他眼睛里全是泪水，死死攥着小王的双手，发誓自己一定不会给小王丢脸。牌局很快开始，由于这是小王给肥胖男设的局，所以第一把肥胖男就拿到了顺金，而隔壁几家都是单牌。肥胖男通杀，只是一把，肥胖男就赢了几百块钱。顿时他就有些坐不住了，他已经全然忘记自己今天上来的目的是什么。第二把，隔壁几人都拿到了不错的牌，有对子也有顺子。看到自己手中的顺子，刚才说话的那个男人立马加大筹码。他看向此刻一脸兴奋的肥胖男，笑得得意。兄弟，风水轮流转，这把也该换我赢了哈。只不过肥胖男的运气还是一如既往的好，他这次居然直接开出一把豹子，看着瞬间就有了几千块进账。肥胖男笑得身上的肥肉都在抖。整个牌局看下来，我算是看明白了。看来小王这小子是打算做一个更大的局。果然，在最后一把牌结束的时候，肥胖男已经赢了将近5000块钱，而且他属于是空手套白狼的状态。1分钱没出，就赢了这么多。看着满面红光的死肥猪，小王也是放声大笑起来。哈哈哈，小刀你看到了没？我就说我哥牛逼吧。现在你都输光了。叫小刀的那个男人无奈一笑，但还是给所有人都派了根烟。他用欣赏的眼光打量着肥胖男，在一阵短暂的犹豫后，小刀这才缓缓开口：“兄弟，我看你不光运气好，实力也不错，想不想再多赢点？”“当然想。莫非刀哥有门路？”此时的肥胖男早已经被胜利冲昏了脑袋，立马开口询问起来。他浑然不知，前方等待自己的究竟是无尽的金山，还是深不见底的炼狱。约定好时间地点，肥胖男就抱着钱回家了。我赶紧把小王跟那几个兄弟约出来吃宵夜。我问他们：“难道你们不怕这个死肥猪不去吗？毕竟他刚才都已经赢了5000块，而且还没有花1分钱。现在你们让他拿自己的钱去赌，死肥猪能同意？”听到我的疑惑，小刀举起他面前的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严哥，你是小王的前辈，也是在座当中岁数最大的，我也就这么跟着称呼你了。小刀打了个9嗝，语气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担心。赌鬼之所以是赌鬼，并不是他们的技术跟运气如何，而是他们已经对赌形成了依赖。这种瘾是一辈子的。小王也让我不用担心，到时候死肥猪要真不去，他们哥几个有的是办法让他把赢的钱再吐出来。3天后，就是那个肥猪的死期。要么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呢。自从那晚肥胖男赢了钱后，他再也没有找过我的麻烦，但他依然还是飘了，或者说，他们一家人都飘了。因为就在赌局的前一天，小区发生了一件影响十分恶劣的事件。也正是因为这件事的发生，让整个小区的业主都对我邻居一家人愤恨不已。事情的起因是肥胖男的儿子，他不知道在哪里发现了一窝刚出生不久的小狗，于是他趁着母狗出门找食物的机会，偷偷用蛇皮袋把嗷嗷待哺的5只小狗通通装走，然后他一个人跑到小区楼顶，把这些小狗挨个的扔到小区楼下。据楼顶的监控显示，他儿子在做这件事的时候，脸上还是笑呵呵的模样，完全没有一个正常小孩该有的样子。当他把最后一只小奶狗扔下去的时候，正巧砸到母狗的身上。他儿子就这样爬在楼顶的栏杆上，冲着楼下的母狗大喊大叫，全然不顾那条母狗已经哭得浑身抽搐。你生出来的小狗一点都不乖，都不跟我玩，也不舔我。现在我不想要了，你拿回去吧。当我在业主群看到这几条拼接好的视频后，我只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。面对小区众业主的围攻，肥胖男的老婆也犀利还击：你们凭什么骂我儿子？我觉得我儿子没做错，他也是为了小区除害罢了。像这种流浪狗都是很危险的，留在小区将来肯定是个祸害，会携带狂犬病毒，懂不懂？看到这个不讲理的女人，心狠手辣的孩子，小区物业果断选择报警。只不过当警察找上门时候，肥胖男只是风轻云淡地说道：孩子还小，你们别太计较。我就算是诚心想赔钱，也找不到狗主人啊。最终，肥胖男一家人被带到派出所接受思想教育，并且罚款500块钱。听到这个结局，我实在是无法接受。既然法治社会治不了你，那我就必须用点非常手段了。我凝重地拨通了小王电话。这次，我要让这一家人恶人永远无法翻身。赌局的日期如约而至。小刀这次是开着奔驰过来的，整个接待肥胖男的过程搞得很隆重，好像是在请一个隐退多年的赌神出场那般。对于这样的牌面，
肥胖男自然十分开心，他想都没想就跟着小王一起钻进车内，火速赶往郊外一个农家乐。其实，整个农家乐都是小刀的产业，他早已经金盆洗手，整个赌局都只是针对肥胖男的圈套。此时的我早已赶到现场，坐在监控室等待着神圣的清算。严哥，人带来了，赌局马上开始。小王推开监控室的门口，径直走到我身边坐下。今天的局面虽然不大，但参演的阵容却十分豪华。从监控画面上，我可以看到，整个农家乐除开外边烧烤喝酒的众人，就连楼上的包间里，都是人声鼎沸。每个房间都是云雾缭绕，拍桌子呐喊的群演十分激情。肥胖男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赌鬼，但他的内心里依然还是十分警惕的。从监控中我看到，他先是在院子周围的酒桌转了转，跟别人扯些有的没的话题，然后才进入到主楼里。放心，严哥，他看不出任何破绽。看到我露出担忧的表情，小王指了指画面上的死肥猪。肥胖男进入主楼后，并没有着急跟着小刀去包间，相反，肥胖男反客为主。他带着小刀挨个把不同包间的大门打开，甚至遇到感兴趣的场合，他还会逗留看上几眼。在确定一切都没有问题后，肥胖男给小刀递了根烟。刀哥，没想到你能找到这样的场子，我真心服了。待会你就看我怎么帮你赢钱吧。主包间的门被缓缓推开，肥胖男意气风发地走了进去。在众目睽睽下，他直接坐到 C 位。发牌吧。听到肥胖男的话，屋内的众人并没有动作，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到小刀身上。鬼见愁，这就是我请来的大佛。今天你必须把之前赢我的钱都吐出来。一个红头发的男人笑得十分猥琐。他就是赌场鬼见愁，其实也就是小刀手下就能干的小弟了。哈哈哈！小刀啊小刀，我还以为你请了什么大人物呢，没想到是个满身肥肉的死肥猪。他行不行啊？能坚持1分钟吗？哈哈哈！听到鬼见愁开口，屋内的众人也跟着轰然大笑。看到这里，我跟小王都笑了。没想到小刀手下这帮弟兄，个个演技了得呀！这都还没开始呢，就先给肥胖男玩上心理战了，真过瘾。感受到众人对自己的嘲笑，肥胖男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。他一字一句道：“耍嘴皮子没用，赌桌上见真章。”可现实并不是演戏，这次的赌局也不是3天前为了下套而做的秀。刚开始不到10分钟，肥胖男之前赢的那5000块就已经输光了，而小刀给他的那1万块额度，
也在半个小时后全部成功输光。赌徒一旦上头，就会完全开始不把钱当钱了，再也没有什么输的算别人，赢的自己拿走的规矩。整个晚上打下来，肥胖男居然道歉了小刀快60万，白纸黑字，想抵赖都不可能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肥胖男把手中的往桌上一扔，不可置信地看着鬼见愁，脸色阴晴不定。你不是把3张嘞，就是顺金，这也太古怪了。我好不容易拿一次3张嘞，结果你又拿到235豹子。你们出老千。对于肥胖男的无能狂怒，鬼见愁并没有多大反应，他只是摊了摊手，表示自己的动作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就连肥胖男都没有看出任何漏洞。出老千的证据又从何而来？要是不想继续玩，那他可就要去按摩了。看到已经输红眼的肥胖男，小刀也终于没有了之前客气的模样。只见他直接一个巴掌抽在对方脸上，语气很厉。我看那天跟你玩的时候，你才是出老千吧？现在你他妈菜的跟坨屎一样，还好意思问我要钱？赶紧给老子还钱！面对小刀突然转变的情绪，看着自己面前白纸黑字的欠条，肥胖男口水都咽不利索了。他抬手擦掉额头的汗珠，舔着脸陪笑：“刀哥，你再借我点钱，再来一把。我不光帮你翻本，我还要帮你赢很多的钱。”完了，看到这里，我往椅子上一躺，终于长长的舒了口气。地狱是你自己要下的，跟我可没半毛钱关系哈。小刀这兄弟，以前不亏是做过大事的。他装模作样，半推半就，最终一咬牙，同意让肥胖男把家里的汽车跟房子拿来做抵押。最后的结局自然也很明显，肥胖男输的1毛钱都不剩。要不是因为看在小王的份上，小刀恨不得把这死肥猪的内裤都给扒了。肥胖男就这么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回到家。等他老婆知道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后，就跟他狠狠地吵了一架，并且还当场要划清界限，说什么房子的一半也有他的份。当然了，这件事可不是他们2夫妻说的算。隔天，小刀就带着10几个浑身都是纹身的大汉找上了门。虽然肥胖男跟他老婆已经完全蔫巴的不敢抬起头，但他的儿子却很勇敢，牵着家里那条丑陋的泰迪就冲了上去。他儿子打算放狗咬退众人，结果那条弱不禁风的恶心泰迪直接被一个壮汉一脚踹飞出阳台。他在空中滑行出一个漂亮的弧度后，就重重摔到小区楼下，落地的位置正好是之前那5条小奶狗被摔死的地方。看到有陌生的小狗侵入自己领地，
一直悲痛欲绝的流浪母狗就像发了疯似的，它迅速冲了上去，张开嘴巴，死死扼住已经抽搐的丑陋泰迪，给他做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咽喉手术。因果报应，循环不息。小狗一样，我的奇葩恶灵也是一样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